家里这4个插头不拔，电费可能要翻倍，都是哪4个？在每个家庭里都存有各式各样、大小不一的众多家电。但要明白，任何机器皆有其寿终正寝之时，倘若我们在日常使用中举措失宜，就极有可能引发超龄服役的状况出现，此乃极度危险且后患无穷之事。以下提及的4种家电，在使用完毕后务必要拔掉插头，如若不然，您的电费将会水涨船高，翻倍增长，给您的生活开支带来沉重负担。此刻就请您赶紧一同来瞧瞧吧。4个插头不拔，电费可能翻倍。电热水器。有人认为电热水器应该保持插电状态，这样既方便又节能。另一些人则坚持每次用完后必须拔掉插头，以免浪费电力。那么电热水器到底是省电还是费电呢？电热水器的工作原理是通过电加热管将水加热到设定温度，并在温度下降到一定值时自动启动加热。这种自动循环的加热机制虽然保证了随时都有热水供应，但也意味着电热水器在待机状态下仍在消耗电力。有研究表明，电热水器在待机状态下每天可能耗费1到2度电。如果家中无人或很少使用热水，这种消耗显然是不必要的浪费。拔掉插头，切断电源，不仅能有效节省电费，还能避免长时间通电带来的安全隐患，如电路老化或短路引发的火灾风险。如果家中成员较多，热水使用频率高，保持电热水器通电状态可能更为便利且相对省电，因为频繁拔插不仅麻烦，还可能导致设备损坏。对于那些工作繁忙、经常出差或家中无人时，拔掉电热水器插头显然是更为经济实惠的选择。尤其是在夏季或长时间不在家的情况下，拔掉电热水器插头是节能的最佳方式。通过合理设置热水器的工作时间和温度，可以在确保使用便利的同时，最大限度的减少电力消耗。电视机。电视机是现代家庭中不可或缺的娱乐设备，但很多人并不知道，电视机在待机状态下也在偷偷耗电。许多人习惯用遥控器关闭电视机，以为这样就完全关闭了电源。实际上，电视机仍处于待机状态，此时电视机的电路系统依然在运行，继续消耗电力。根据统计，待机状态下的电视机每天可能耗费 0.5 至1度电。看似微不足道，但长期累积下来，这笔费用也相当可观。如果家中有多台电视机，这种隐形电费更是不容忽视。不仅如此，电视机在待机状态下，内部元件仍然保持通电，可能导致元件过热，加速老化。特别是在夏季高温季节，电子元件的过热问题更加突出，甚至可能引发火灾等安全隐患。而且家中的电压波动、雷击等突发情况，都可能通过插头传导到电视机内部，造成短路甚至火灾。尤其在雷雨季节，长时间待机的电视机更容易受到雷击影响，导致电路板烧毁，甚至引发更严重的安全事故。那么我们要如何正确关闭电视机？首先建议使用带开关的插座板，每次使用完电视机后，通过插座板上的开关彻底断电。这样既方便又能有效避免待机耗电的问题。其次，对于长时间不使用电视机的情况，如外出旅游或长期出差，直接拔掉插头，确保电视机完全断电。保持良好的用电习惯，不仅能节省家庭开支，还能有效预防电器故障，保障家庭用电安全。空调。夏季一到，空调就成了家家户户必不可少的救命稻草。这个舒适凉爽的家电却是名副其实的电老虎。空调不仅在运行时消耗大量电力，即便在待机状态下，也在偷偷增加电费。那么空调的耗电量究竟有多可怕？许多人以为关掉空调就不再耗电了，然而事实并非如此。即使关闭了空调，只要插头没有拔掉，空调依然处于待机状态，内部电路持续工作，耗电量惊人。据统计，空调在待机状态下，每天可能消耗 0.5 至1度电。
特别是在夏季用电高峰期，这种隐形耗电更是无形中增加了家庭的电费负担。更为严重的是，待机状态下的空调还面临着电压波动的风险。家中电压不稳时，空调的变压器和控制器容易受损，导致故障频发，甚至可能引发电气火灾。因此，长时间不使用空调时，拔掉插头是最明智的选择，既能节省电费，又能保护空调，延长其使用寿命。使用空调时，许多人存在一些误区，导致电费飙升。比如，有人习惯频繁开关空调，认为这样可以省电。实际上，空调启动时的耗电量远高于正常运行时的耗电量，频繁开关反而更费电。正确的做法是保持空调稳定运行，避免频繁开关，合理设置温度，并配合使用电风扇等辅助降温设备，可以更高效的利用空调，节省电费。4. 电视机顶盒。无论是看电视直播，还是观看网络视频，电视机顶盒都提供了极大的便利。很多人看完电视后，往往忽略了关闭机顶盒，从而导致电费悄然增加。电视机顶盒在待机状态下，表面看起来好像已经关闭，但实际上它依然在消耗电力。根据统计，一个普通的电视机顶盒待机状态下，每天可能耗费 0.3 至 0.5 度电。虽然这个数值看似不大，但如果全年365天都保持待机状态，累积的电量消耗也相当惊人。更何况，很多家庭不止一个电视机顶盒，这种隐形的电力消耗无形中大幅增加了电费开支。长期待机状态下，电视机顶盒内部电路持续运行，容易导致元件过热，加速老化，最终影响设备的使用寿命。一旦元件老化损坏，修理费用往往不菲。我们要如何科学使用电视机顶盒？首先可以使用带开关的插座板，每次看完电视后，通过插座板上的开关彻底断电，这样既方便又能避免待机耗电的问题。其次，养成良好的用电习惯，每次用完电视机顶盒后，记得关闭电源并拔掉插头，避免电力浪费。此外，定期检查电视机顶盒的运行状态和连接线是否正常，确保设备在使用中没有电力泄漏现象。电费增加的不仅仅是经济负担，更是对环境资源的浪费。因此，培养良好的用电习惯，减少待机耗电，不仅是对自身经济利益的保护，更是对地球资源的珍惜。2. 其他节能小窍门。在日常生活中，除了注意拔掉电热水器、电视机、空调和电视机顶盒的插头，还有许多简单易行的节能小窍门，能让家中的电费明显减少。这些小窍门能帮助节省电费，还能保护家电，延长其使用寿命。一些小细节往往被忽视，但它们却能带来意想不到的节能效果。1. 定期清洁家电。例如空调和冰箱这类需要散热的家电，灰尘积累过多会导致散热不良，增加能耗。定期使用干净的布或刷子清洁空调的滤网和散热片，可以显著提高制冷效果，减少电力消耗。同样，冰箱的背部和底部也要定期清理，保持通风良好，才能确保压缩机高效工作，降低电费支出。洗衣机的洗涤槽和过滤器要保持干净，避免残留物堆积影响洗涤效果。微波炉的内壁和转盘要定期擦拭，防止食物残渣导致异味和细菌滋生。2. 使用智能插座和定时器。有了定时器，我们能够对热水器的工作时间进行合理设定，让其在早上和晚上用水需求旺盛的高峰时段自动启动运行，而在其他的时间段则处于关闭状态。如此这般的智能化管理，可谓是一举两得，不仅能够有效的节省电费开支，还能够极大地提升家电的使用效率。无独有偶，智能插座也有着非凡的作用，它能够对电器的用电状况进行严密监控，助力用户清晰明了地知晓哪些设备最为耗电。如此一来，用户便能够有的放矢地采取具有针对性的节能举措，而且借助手机应用程序，用户能够随心所欲，随时随地掌控家中电器的开关状态，让生活更加便捷、节能和高效。3. 合理选择电器模式。
众多家电设备皆具备多种多样的工作模式可供选择，若能明智且恰当的选取契合实际需求的模式，便能够卓有成效的节省能源，实现节能减排之目的。就拿常见的洗衣机的洗涤模式来说，通常情况下，尽可能选取低温洗涤模式，不失为明智之举。这种模式好处颇多，一方面能够对衣物面料起到呵护备质的保护作用，使其免受高温损伤，从而延长衣物的使用寿命。另一方面，还能够在电费支出方面为我们节省开支，达到开源节流的效果。如此一箭双雕之选，何乐而不为呢？3. 节语。家中的各类电器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，但若使用不当，也会带来不小的经济负担和安全隐患。节能不仅仅是为了节省开支，更是一种环保责任。通过合理使用电器，不仅能保护家电，延长其使用寿命，还能减少能源浪费，保护地球资源。养成良好的用电习惯，从点滴做起，每个人都能为节能减排贡献自己的力量。